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，我是你们的学习伙伴。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一本改变无数人学习方式的经典之作《如何学习》（How We Learn）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本尼迪克特·凯里 （Benedict Carey），一位在《纽约时报》工作了30多年的资深科学记者。他凭借深厚的科学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经验，为我们揭示了学习的本质和奥秘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学习不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，而是一生的旅程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机遇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学习中事半功倍？如何才能让知识真正内化为我们的能力？如何学习这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答案。1. 学习的本质，大脑的可塑性与遗忘的积极作用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学习的本质。本尼迪克特·凯里在书中指出，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输入过程，而是一个复杂的、动态的、不断变化的过程。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，它能够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连接来传递信息。每当我们学习新知识时，这些突触连接就会发生改变，这种改变就是记忆的生理基础。然而，遗忘并不是学习的敌人，相反，它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帮助我们过滤掉不重要的信息，保留那些对我们有用的知识。为了充分利用大脑的可塑性，我们可以采用间隔学习法。这种方法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有间隔，而不是一次性塞入大量信息。例如，如果你要准备一场考试，不要试图在1天之内记住所有内容，而是应该将学习时间分散到几天甚至几周内。这样做不仅能减轻大脑的负担，还能增强记忆的持久性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，一位名叫史蒂夫的学生在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时，采用间隔学习法，将学习时间分散到每天的固定时间段内，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这充分说明了间隔学习法的有效性。遗忘并不是学习的敌人，而是学习的一部分。它帮助我们筛选信息，保留那些真正重要的知识。2. 主动回忆，让知识真正内化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主动回忆的重要性。主动回忆是指在学习过程中，通过自我测试和回忆来巩固记忆，而不是单纯的重复阅读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主动回忆能够有效地增强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。这是因为在回忆过程中，我们的大脑会重新构建信息，这不仅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，还促进了知识的内化。为了更好地应用主动回忆，我们可以采用自我测试法。例如，在学习完一章内容后，尝试不看课本，自己复述其中的关键点，或者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。这样做不仅能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，还能及时发现和弥补知识漏洞。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，2组学生分别采用重复阅读和自我测试2种不同的学习方法，结果发现，采用自我测试的学生在后续的测试中表现更为出色。这充分说明了主动回忆的有效性。主动回忆是学习的核心，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巩固记忆，还能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提取信息。3. 交替学习，提升综合应用能力。第3个要介绍的学习习惯是交替学习。交替学习是指在学习过程中，将不同类型的内容或技能交替进行，而不是集中学习某一类内容。交替学习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应用，这是因为在交替学习过程中，我们的大脑需要不断地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切换，这不仅增强了思维的灵活性，还促进了知识的综合应用。为了更好地应用交替学习，我们可以采用混合学习法。例如，在学习数学时，不要只做同一类型的题目，而是应该将不同类型的题目混合在一起进行练习。这样做不仅能提高解题能力，还能增强对知识的整体把握。书中提到一个实际的案例，一位名叫玛丽的音乐学生，在学习乐器时，采用交替学习法，将不同风格的乐曲交替练习，最终在音乐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这充分说明了交替学习法的有效性。交替学习是提升综合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，它让我们的思维更加灵活，让知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。4. 睡眠与学习，不可忽视的黄金搭档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睡眠与学习的关系。睡眠不仅是身体休息的时间，更是大脑巩固记忆和整理信息的重要时刻。研究表明，睡眠过程中，大脑会进行记忆的巩固和信息的整理。具体来说，睡眠分为不同的阶段，每个阶段对记忆的巩固和信息的处理都有不同的作用。例如，快速远动睡眠 REM 阶段对情绪记忆的巩固尤为重要，而非快速远动睡眠 REM 阶段则对陈述性记忆的巩固更为重要。为了充分利用睡眠的学习功能，我们可以采用睡眠学习法。例如，在学习完新知识后，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，这样可以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记忆的巩固和信息的整理。此外，午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恢复精力，提高学习效率。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，两组学生分别在学习完新知识后，进行不同时间的睡眠，结果发现，睡眠时间充足的学生在后续的测试中表现更为出色。这充分说明了睡眠在学习中的重要性。睡眠是学习的黄金搭档，它让我们的记忆更加牢固，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。环境与学习，创造最佳的学习氛围。最后，我们来探讨环境与学习的关系。学习环境对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。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环境中的各种因素，如光线、声音、温度等，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和学习效果。例如，柔和的光线、安静的环境、适宜的温度等，都有助于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，从而提升学习效率。为了创造最佳的学习氛围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1. 光线，选择自然光充足的地方进行学习，或者使用柔和的灯光。2. 声音，尽量选择安静的环境，或者使用白噪音来屏蔽外界噪音。3. 温度，保持适宜的温度，避免过冷或过热。4. 布置，保持学习空间的整洁还有序，避免杂乱无章。书中提到一个实际的案例，一位名叫汤姆的学生，在改变学习环境后，学习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。他选择了一个光线充足、安静舒适的地方进行学习，并且保持学习空间的整洁，最终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学习的重要性。环境是学习的催化剂，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、更加高效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如何学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。通过对大脑可塑性、主动回忆、交替学习、睡眠与学习以及环境与学习5个方面的思路探讨，我们了解了高效学习的基本原则和方法。